冰若雪，风雨天骄，冷遇温润，眉眼笑。知乎者也皆懂矣，海面风过，浪滔滔。大家好，我是冰冷之海，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猛鬼大厦游戏实况》的第4期吧，大概。我们就读取档案，读取档案，或者就是继续游戏应该就可以。中间没动过这些存档啊。上一张到哪我已经忘了。上一期更新完之后呢，我又做了一期指甲仪的那个视频，然后呢穿插着来嘛。指甲仪的话，相对来讲有一点点费脑啊，玩起来稍微累一点。这游戏的话呢，就可能比较轻松，可能虽然没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就穿插着来啊。第13节使命。你忙緊咩啊？又係你啊，替死叔叔。替死叔叔，你看這個肯定是有問題的。唔好再咁稱呼我啦。我想問迪迪關於鬼的事情，不過如果沒糖，這小子肯定不理我，所以我問笑笑拿了糖果來。這戒指糖可是以前小朋友眼中的寶物。迪迪看見後果然臉也發光，歡天喜地的接了過去。迪迪啊，我有啲嘢咧想問你喎。咩事啊？拿到糖態度完全不一樣。我聽你媽咪話咧，你平時咪喺大廈周圍玩嗰陣會撞到一啲好特別嘅人嘅，係咪啊？那天我看彈幕有人說這個遊戲配音懶音很重，啊，不明白什麼意思，但是我大概理解這個懶音的話就是那種啊得了得得得得啊，就後邊拉長音的那種感覺，好像就是懶音吧，啊，我這麼理解。誒，稍等一下啊，這個遊戲的尺寸這邊還得再調整一下。画面尺寸我调整一下啊，要不显示不全。哎 ，OK。嗯哼，嗰啲人係咪淨係得你睇到㗎咋？嗯，係啦。我同媽媽講，佢都話見唔到喎。其實哥哥我都睇到㗎。真㗎？大叔叔，你都見到佢哋啊？大哥哥就好了，為何硬要說我是大叔叔？我想問你咧，呢棟大廈裏邊有幾多個好似啲咁嘅人啊？即係咧，其他人睇唔到，淨係得你睇到嗰啲咧。嗯。想了又想，甚至拿起手指一隻又一隻的數。你在旁邊看着頭皮發麻。好似數唔晒喎。有咁多？呢啲人都冇傷害你咩？弟弟搖了搖頭。點解要害我啊？佢哋都會主動陪我玩㗎。陪你玩？點陪啊？同我一齊玩捉迷藏，仲有一齊去揾寶物。唔係啩？你唔驚咩？佢哋生得唔恐怖咩？唔驚啊，就好似見到遊戲裏邊嘅角色一樣。如果遊戲裡的怪物跑到現實來，那不也很恐怖嗎？但迪迪居然一點也不害怕，而且那些鬼，他們沒有傷害到他們。遊戲裡邊的怪物跑到現實裡來，看什麼樣的類型的嘛。有些遊戲像生化危機什麼的那種，裡邊的怪物的話可能會比較恐怖，但是有些遊戲裡的怪物還挺可愛的，對吧？比如說一些二次元遊戲。迪迪平日根本沒人陪，所以只能找鬼玩。佢哋對我好好㗎。咦，紅衣嚟咯喎！紅衣？邊個紅衣啊？哦，你轉身朝着迪迪注視的方向看去，發現一個穿着紅色裙褂的鬼魂就在他的身後。哇！紅衣成日同我玩伏呢呢㗎。乜料啊？快速按下左右兩個鍵 AD 是吧？这不死路吗？为什么往牆上跑啊？
呢份工我做唔到落去啊！我唔做啦，我唔做啦，我唔可以繼續落去啦。这是成功了是吧？不想待在这里，只想逃离这座大厦。喂，李成，你搞緊乜嘢啊？唔得啦，我唔可以留喺度啦！真伯，我呢份工我唔做啦，我唔做啦！你看李成的话，相当于第一次和这个陈伯开诚布公的说我要不做了，说有鬼有害怕，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这个陈伯突然变成一个鬼啊？楼子间传来了陈伯赶了下来的声音，但慌乱的你也不理会他，只往大门的铁闸跑去。你用力拉扯着大门，会发现门是锁着的，就算想要按下开门按钮，门锁依然无法解开。在身后的陈伯赶到后面，他死命的从你背后紧紧的抱着你，力气之大，差点以为是跟哪里的壮汉在搏斗。一阵血缘感袭来，你无法控制，渐渐的失去了意识。两种可能，第一种，这个陈伯是鬼，如果是鬼的话，他可能也活不下来，游戏就结束了，对吧？但是所以说最大的可能是第二种可能，就是说这个陈伯知道有鬼，知道他见到鬼了，甚至知道这个所谓的替死是什么意思啊，只不过他一直没说。这个时候的话呢，发现这个新来的这个李成，小李同学呢，他意识到了这个鬼这事儿，他想保护这个小李啊，就是说你不能走啊，就不让他走，有可能是保护他，有可能是有什么利益关系，比如说你是我们找来的替死鬼嘛，对吧？不能放你走啊，都有可能。怎么回事 ？Loading 是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还有个这个载入界面呢？反正那其实应该是不需要这个载入的，加这个就是想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角睡了很长时间，是吧？大叔，你有些迷惑的勉强爬起来，发现自己原来在保安室。哦，这是怎么回事呢？發生咩事啊？你喺外邊暈咗啊！係啊，陳伯同我咧就將你抬翻入嚟嘅。暈咗？我慢慢回想起剛才發生的事情，但發現自己什麼都記不起來了。可能係攰得滯啦。我聽阿陳師奶講啊，你一直啊冇停過咁巡邏，一直都巡緊啊！我忘了，只記得自己是在這座龍騰樓的保安員。冇事就得啦。唉，如果攰啊，休息多啲啦，冇咩需要急。唔使急係咩意思啊？嗱，咁我走啊。大叔，點啊？真係冇嘢發生過？你指咩啊？你撞鬼嗰啲嘢？鬼啊，對，我碰到鬼了，是大叔給我的眼睛，我記起來了。但是為什麼我覺得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覺呢？唉，你唔使逼自己面對呢啲嘢啦。如果你真係覺得，咪學下陳伯咁咯，放鬆一下，放鬆下咯。啊，得閒唔使理嗰啲令你唔舒服嘅嘢啦。李道言說完便匆匆離去，留下你一個人待在保安室。雖然你原本以為自己肯定會感到害怕，但卻發現並沒有那麼強烈的感受，腦袋一片空白。唯一在你心中記掛的事情是搬遷同意書。為什麼我會這麼在意這件事呢？之前還抱怨為什麼要處理這種麻煩事。保安哥哥仔，你喺度嗎？這是陳師奶的聲音嗎？你走出保安室，發現陳師奶手裡拿着一張紙。哎呀，我聽講你暈咗啊！哦，好好啊，我冇咩唔舒服啊。真係辛苦你啦，唔好勉強自己啊！哎呀，剛開始稍微有點激動了，我以為能夠推進劇情了，結果又回來了。這個遊戲的劇情推進得太慢了。係啦，你之前話要個拿到了陳師奶的搬遷同意書，仔細檢查了一下，沒有不同意的字眼。經過這麼多的事情，這是我唯一拿到手的同意書。多謝你啊！多咩謝啊？唉，一諗到咧你要攞埋其他住戶嗰啲同意，好啦，我唔打攪你啦。突然什麼都不想做，什麼都不想理，腦袋裡好像被關空了一般。什麼向我顯示的鬼，什麼趕不走的租客都跟我沒有關係。不是什麼都不想做嗎？算了，什麼都不想做，睡一下吧。哦，啊，又睡一下。
我睡2下了。小心渣女海报，自甘堕落，小心渣女。李先生酬谢。哎，这种是不是犯法的呀？就是你擅自把别人的那个照片发出来，然后去找他，然后留个电话号码，如果发现死人怎么样？我印象当中这种行为应该是犯法的。吃完红不拿走，致敬张德军吗？自由巡逻啊，什么也不给我提示，让我到处乱跑啊！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到了1楼，然后自然的站在了113单位前。是那位锁匠住的单位，其他的记忆都很模糊，模糊的记不起是怎样害怕的，但你却非常记得这个单位内发生的事情。张德军上次把你赶出来时，他的表情非常的悲伤，他也拒绝给你签搬迁同意书。是的，同意书。这一刻放在你心上，不知为何只有这件事儿。张德军似乎听到门外有所动静，巧合的在这时打开了木门。咔嚓！係你點解？我咁啱經聽講原來張生你都知啊？肯定嘅。唔係陳師奶，係你喺樓下大。係咁啊，咁真係唔好意思啊。發生咩事啊？我嗰陣時喺度大叫啊！在我努力回想的時候，終於找到記憶的碎片。我是害怕什麼，所以才突然懵咗。驚？你見到咩啊？講出嚟你都唔信啦。你唔講又點知我唔信啊？我喺呢棟大廈裏邊呢，睇到一啲乜嘢？鬼。你喺度亂講咩啊？張德軍聽罷，放了一個比想象中驚訝的表情。講笑，點可能發生啊？呢個世界邊有鬼啫？我以前同你一樣都唔信㗎，但係自從我有咗呢對可以睇到鬼嘅眼之後，我都好難再呃自己啦。黐線！你亂講，你根本咩都睇唔到。我冇亂講啊！呢棟大廈真係好多鬼㗎，佢哋會匿埋喺唔同嘅角落度。sorry 啊，我好難講得明啊。梗係唔信啦！這個表情，感覺張德軍好像也能看到他那個死去的老婆吧？但係真㗎，不然他為什麼一直不搬遷？千真萬確㗎，唔單止係咁啊，我仲見到。當然也可以解釋為他比較戀舊嘛，對吧？不想離開這個住了很長時間的家。冇可能，唔好講啦。唔係，係真㗎，我真係見到你屋企裏邊有個女人㗎。我明啦，你係特登嘅。我明啦。咩意思啊？哼，你都蠱惑啦，呢個局嚟嘅，你想呃呢度啲人，話呢座大廈樓。我冇啊，我講嘅都係真㗎。哼！張德軍完全對你失去了信任，就你以為可以把貌似他妻子的事情，告訴他時，這男的始終不願意相信。這層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我只是無聊的走上來逛了一圈，結果發現沒有任何特別的事情。中庭一人，空无一人，月亮在当中照下了光，靠在中庭的攀爬架上，聆听着几乎静止的空气，偶尔被微风吹动的声音。4楼中只有少数房间灯还亮着，让人不禁想象，如果在灯火通明的过去，从这里看到多么熙熙攘攘的景象。鬼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一般来说，鬼应该就是人死后变化而成的吧。每个人都应该有灵魂，人死后肉身就不存在，但精神会长存。这精神也就是灵魂会脱离肉体，在世上继续存在。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过去这么多人死去，这些记忆挤满方向。如果一个人能看到鬼，是否会看到人互相挤满的景象呢？突然想起之前在走廊看到一群鬼魂探头的画面，不知道毛什么。大叔说过，就算能够看到鬼魂，也不一定能看到所有的鬼，因为这群人愿意让我看见。那么这些显现在我面前的灵魂们，为什么让我看见呢？他们又是为什么要显现在迪迪这种小孩子的眼前呢？很多疑问更无法解答，你仍然不明白为什么那位道士大叔坚持让你看到鬼魂。当各种思绪纠缠你时，你的脚下隐约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你低头一看，意外地发现了一枚非常有价值的物品。
钻石戒指，食盐丢了啊，像情侣戒似的，自己主动扔的那个。呢只咪就係石原。我从这看上去，优美的身影依旧10年如一日般，靠在栏杆上。石岩小姐只有她在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大厦是正常的，心情也最平静。先把戒指收起来吧，感觉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你的心里此时只想着石岩，感觉此刻最希望见到的就是他。你步行登上6楼那个熟悉的地方，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石岩见到你出現時，神色卻感到意外，但仍然掛着笑臉。做咩嚟咗嘅？唔休息下？原來你都知我暈咗啊！有陳師奶喺度，呢個大廈冇咩秘密噶喎。就係咁啦，好魚。邊個都會驚，人越大就越會驚。我好驚睇恐怖片嘅，所以我完全諗唔明啦，點解我會見到佢哋嘅？我覺得啊，我嚟到呢個大廈之，而家開始搞清楚。而家開係啊。嘗試去揾下答案啦。我沒有作聲，回想着先前撞鬼時的情況，雖然感到很恐怖，但那些鬼魂確實沒有對我做什麼。慢慢嚟啦，我好似仲爭你一餐飯喎。唔使咁客氣。但我應承咗要請你，咁就要遵守諾言㗎啦。入嚟坐下先啦。他的家和上次我來時一樣，看起來整潔的讓我有些驚訝。莫非他已經準備搬走了？不知道為何我們相識的時間不長，卻產生了離別的情感。時間似乎就人唯一不想回首的人。當你對着思考這件事的時候，身旁端上了一些看起來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淨係整嗰啲簡單小菜咋，希望你唔介意啦。我點會介意啫？哇，睇落嚟好好食咁啊！咁就請便啦。如果覺得難食，唔好講出嚟啊，好傷自尊心㗎。看着確實不怎麼樣。你看這個，如果是清蒸的話，為什麼不澆汁兒呢？而且清蒸的話，可以看那魚的顏色有點偏老了。那如果是紅燒的話，這顏色肯定也是不夠的。而且紅燒的話，也不可能旁邊沒有任何的那個就是那個調料啊，對吧？所以這個東西做法是什麼做法呢？這個魚感覺就是不加任何調料，單純把它給蒸熟了擺在那兒的。你說能好吃嗎？不現實。除非它內有乾坤啊！之前那個什麼魚的做法來着，我有點忘了，好像就類似八寶鴨那種做法，魚也可以那麼做，好像，然後把這肚子拋開，裡邊有東西出來。如果是那種高端的做法，那另說，但看起來確實不好吃。至於下邊這兩個也乏善可陳，所以他做的菜看起來就一般。石妍小姐，你平時都會自己煮嘢㗎？係。我一直都講好咗唔問㗎。點解啊？我諗你係真係咁單純。我唔明你。然後很快就下定了決心，好吧，既然你那麼想知道，你咁想知，我係一位應召女郎。應召女郎。錯念。應召女郎。需要做嘢嘅時候，就會有男人揾我同佢哋解悶。所以我有客嘅時候，成日都唔喺度；冇客嘅時候就翻嚟 hea。點啊？客應召女郎幹嘛的呀？是單純陪睡的嗎？需要冷靜，嚇到我，那有什麼可嚇到的？就算知道咗你做咩，你依然係嗰位又靚又好。我哋可能係有啲厚面皮。都係第一次有男人喺我面前。就係因為咁，我先生翻。你真係唔會因為我嘅工作而覺得？坦白講啊，我有少少意外。好啦，信你，我都可以。呢樣係吓？好彩棟樓已經冇乜人咋，如果唔係，肯定俾人執咗。你執翻嚟做咩啊？咁貴重隻戒指，你執到就係你㗎。呢隻戒，其實呢隻戒指係前男友因為想俾承諾我而送俾，但係嗰個承諾佢永遠，就算我戴住佢，我原本習慣咗戴。咁你而家冇咩啊嘛？我好好啊，我唔係嗰啲會為，更何況，sorry 啊。咁呢個苦啊，我好樂意同你傾。係啊，咁你多啲嚟咯。時間把這話說了以後，像是遇到了什麼，突然變得有些尷尬。可就在這時，在門外6樓的走廊傳來女生的尖叫聲。
石岩跟你面面相觑，觉得事情有蹊跷，两人就走出了房间查看。女学生的身影就在6楼升降机旁出现，在哪儿呢？6楼升降机，升降机在哪儿？这儿吗？他拿着手機，似乎正在跟誰用電話溝通。你點解要咁對我啊？唔通我喺你眼中連普通人都不如咩？佢好似係樓下鄭生個女，叫雨婷。鄭先生的女兒。原來你識佢啊？我之前都遇過佢幾次㗎啦。佢爸爸好似好耐都冇返嚟。唔怪得啦，佢話佢一個人住我都覺得奇怪㗎啦。可以另一個女仔咁。叫約翰的家伙。你話你愛我㗎嘛？點解要咁對我啊 ？Johnny， 你答我啊！你信唔信我死俾你睇？喂，強尼，喂，約翰，差不多。原來他因為跟男朋友吵架才一直奔波了，聽來是情緒很激動的樣子。他哭着跑離了6樓，一種讓人難過嘅情緒。佢冇嘢啊！唉，佢好似好大打擊喎。真係放心唔落。雖然這麼說後，把一包紙巾遞給了你，示意你追上去關心那位女學生。得到了一包紙巾。點解做人會咁攰嘅咧？嗬？千祈唔好咁諗，人只有活着先可以改變，死咗之後就咩都冇噶啦。死咗之後，如果那些鬼是人死後變的，他們其實也被一些問題所困擾了嗎？離開了實驗的地方，你的腦中仍迴旋着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在欣賞他對感情那種敢愛敢忘的態度同時，你也意識到，無論是生是死，每個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問題。敢愛敢忘，感情其實都不是感情，就任何事兒你經歷過的事兒呢，都不可能說你的主觀想忘就可以忘的。遺忘這個東西它一定是被動的，對吧？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一些傷心的事兒也好，絕望的事兒也好呢，就是這事兒如果已經過去了，那麼不要刻意的想去忘掉它，因為你越想去忘掉它，你越在想這件事兒，你就越不容易忘掉，對吧？如果你不經意間你想到了這件不太開心的事兒，那你就正常去想，想到了你就想一想，哎，這個事兒之前什麼樣，之後怎麼樣，怎麼復盤一下，怎麼避免未來再遇到這樣的事兒，你就正常的去思考，不要刻意的去回避去遺忘，因為那樣的話其實適得其反。真正能夠讓你遺忘的，那無非就是隨着年齡的增長，記憶力減退，或者隨着時間的這個不斷的流逝，然後你經歷了很多其他的事兒，漸漸的呢，這事兒對你來說可能就沒那麼重要了。但如果說你想把一個非常讓人傷心難過的事兒徹底忘掉，這個不現實啊，除非你得了阿爾茲海默症，那另說了。剛才女學生跟電話對象這個憂傷的臉截然不同。你趕去下3樓，希望能看望一下他的狀況，但到達時只聽無盡的哭聲。鄭小姐，點解要對我？嗰個人，我哋一齊已經2年，我以為佢只係忙咋。如果佢抽唔到時間，咁我咪主動去揾佢咯。電話又唔聽，短信入，今日佢突然之間打嚟。乜都唔解釋，並不是突然提分手，而是早就厭倦了。我同佢一齊，每次都就晒佢，聽晒佢話，冇一樣嘢唔係諗佢先。但係佢而家先同我講我哋唔夾。我求佢唔好走，我話我咩都肯改噶，但係佢咩都唔聽，話冇彎轉，就 cut 咗我先啦。哎，兩個人在一起，如果已經演變成需要一個人求另一個人不要離開自己的這種情況，那其實已經沒有必要在一起了。我頭先想打翻俾佢，但係佢停咗機。不管你能不能求成功啊，我求求你不要離開我。那麼如果說對面因為某些原因，比如說心軟吶，或者是其他的情況，就是那個答應了，其實也走不遠啊。沒有任何感情是靠求來的，對吧？就是不要當舔狗。舔到最後一無所有。我應該說些什麼呢？不愛你了，值得更好，值得更好。憑什麼說他值得更好呢？他怎麼就值得更好呢？對不對？可能這個女生她就只配和這種水平的男人在一起，因為我們不了解，所以說沒有必要特別虛偽的說這個值得更好。其實就不愛你嘛。但是其實這個說法也很武斷啊。有可能根本就沒愛過，那就不存在不愛你了這樣的一個概念，因為從來沒愛過就沒有
没有这句话了，对不对？没有下文了。也有可能他现在还爱着你，因为某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得什么绝症啊这种狗血剧情。所以这两个答案其实我都不想选，一个太武断，一个更武断啊。佢只係唔再愛你啫。咩話？唔愛我？佢明明話永遠都愛我㗎，點解而家唔愛我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不管对方还爱不爱你了，他既然选择离开了，那这个感情这个事儿呢，你强求不来，对吧？那么你就把这个就体面的分手就完事儿了。当然了，就是你付出这么多感情，如果你想求得一个答案，你想问个清楚，其实也可以理解啊。但对方显然是不太想那个真正告诉你啊，就是告诉你真正的原因。反正如果换成我安慰这个女生的话，那其实就是，哎，别想了，放手吧。感情嘅嘢我都唔係好識，但係我以前都俾人飛過，所以我明你嘅心情嘅。被分手過，其實被甩了呗，是吧？但係聽你講佢嘅嘢，似乎佢真係唔想再關。咁點算啊？咁我可以點算啊？這事兒過去了呗。時間會沖淡一切嘅。對，就分手呗。你唔好。我唔要，唔可以咁㗎。佢唔會唔愛我㗎。呢個世界得佢會對我好㗎咋。看來無論怎麼說，他都聽不進去。難道他是那種受硬不受軟的？你咁又何必呢？感情嘅嘢冇得勉強噶嘛。你醒下啦，你唔好嘥時間喺一個。突然陷入沉默，情緒在他心中內心翻湧，他收起了枯燥的情感。看來安慰人對我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實我自己忘記我？你話佢會忘記我啊？冇可能忘記，我一世都唔會忘記 Johnny。佢追我㗎，佢俾我知咩係叫愛，咩都係。我唔想好似以前咁冇人愛。哎，這劇情太沒意思了，看着真累啊！我唔會俾佢忘記我㗎，我得返佢。就是一些這種周邊的一些小故事、小情感，比如說剛才那個女生她是應召女郎，這個女生分手了，這些東西有可能和主線有關，但是我看着關聯好像不大。獨自冷靜一下，打算稍後檢查他的情況。數小時後，你仍然擔心他的情況，回想起他最後奇怪的表情，一無關影入紅三樓。在他家門前，你將耳朵貼近門，並未聽到任何聲音，似乎他已經不再哭泣。本來想放下，哦，上吊了，椅子跌落地上的聲音，對吧？上吊了。鄭小姐，你快啲開門啦！鄭小姐，喂，你唔好，鄭小。你心中明白，房子里的郑雨婷生命之火可能正在逐漸熄滅，你不停地在門外呼喊，但卻毫無結果。鄭小姐，你唔好做傻。這門撞不開嗎？激氣啊！激氣冇啊！冇啊！你已經試過了所有辦法啊，試圖改變結果，這是一場關乎生死的博弈。此時感到極度無助，一種熟悉的無力感湧上心頭。當你感到束手無策時，你注意到牆上的氣窗，雖然找不到合適的物品來墊高，但只要一躍身就能窺看房內的情況。什麼意思呢？點哪兒啊？人上吊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除非这个人是假人，是木偶，或者是摆放衣服的那个模特，不然人上吊死亡的话，这个神态、表情、姿态完全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吊的位置也不对啊。但这个就算了，无所谓了，反正就是这个女生上吊了。鄭小姐，你不敢相信自己的雙眼看到的，但畫面卻銘刻在腦海中，讓你驚魂未定。不敢相信，你這肯定腦補出來他在裡邊上吊了呀！無力的繼續敲打大門，那你上去看去有啥用啊？雖然裡面的人再也聽不到你的呼喊，但你只能繼續這樣無發現的為欲，你救不了唄。這是第一次看着一個活人在眼前變成屍首，一瞬間所看到的、所感覺到的，全都像是親身經歷一般。他的傷感如同你的傷。
他的伤感如同你的伤感，压抑的病毒感染你全身，不知不觉间，坐在地上的你泪流满面，甚至分不清是在惋惜对方还是恐惧死亡。一阵刺骨的怪风突然从黑暗中飘出，打在你的脸庞，呆若木鸡的你顿时清醒，同时却感到那阵寒气涌进了你身后的房子里。头顶唯一的灯闪烁不停，下一秒突然熄灭，也不稀奇。你不禁站了起来，同时看着那房间，后退了几步路，心里莫名的涌起了紧张情绪。原本已经没有动静的房子发出了一阵躁动，然后突然的，从里面上锁怎么也打不开的木门，却在此时突然被打开。你几乎肯定那不可能是人为造成。你双腿不由自主的往后退，直到身体撞上了墙壁。你平息闭气，眼里死盯着门后面的可怕的黑暗。邊個啊？你並不指望有人真的會回答你，但是把話硬生生的吐出口來，為了破壞那窒息般的寧靜。哎，怎麼有妖呢？鄭小姐，呢度係邊度嚟㗎？你點解會？我點解喺度嘅？發生咩事？正經從房間裡飄出，雖然從外觀上看不出什麼不同，但你深知眼前的他已經不是再是活人。我係李成啊！呢度個保李成，保安員，那為什麼我怎麼會？你頭先因為我點解會喺度？你鬼魂帶着疑問返回了屋裡查看，尖叫聲突然傳來，只見一臉茫然且掛着恐懼表情的他再次從裡飄出。咩嚟㗎？我點解會掉喺嗰度㗎？忘記了自己上吊的事情，難道人死後對自己生前的經過會失去記憶嗎？點會咁㗎？我點解會變成咁㗎？你話俾我聽啦，發生咩事啊？我點解會喺度㗎？其實話俾我聽啊！鄭雨婷的尖叫聲震耳欲聾，連靈魂也感到被撼動。隱瞞實情，說出事實。為什麼要隱瞞的理由是什麼呢？沒有什麼，我想不到什麼隱瞞的理由啊。說出事實吧。小姐，你的確係死咗，你因為同你男朋友分咗手，所以傷心過度把自己關在身上的我死咗？我自殺死咗？男朋友 Johnny， 我哋分手，因為我俾人飛。係啊，佢唔要我啦，我冇咗佢生存唔到。但係點解我而家仲喺度啊？點解我仲覺得痛啊？痛？你邊度覺得痛啊？我嘅心好痛啊，好痛苦啊，好辛苦啊，救我啊！死咗唔係應該解決嘅咩？點解我仲喺度啊？點解我會翻嚟啊？這遊戲是來勸大家不要輕生的嗎？啊，遇到難事不要輕生，因為死了之後也不一定會一了百了，對吧？死了也不一定會解脫，所以說遇到困難不要第一時間想死，倒也算是正能量的一個勸誡吧。我仲係好痛苦啊，好痛苦啊！就像好多宗教裡邊的教義是，不允許教徒自殺的嘛。他的樣子怎麼了？你被嚇得丟了三魂七魄，變成厲鬼的鄭雨婷變得生人勿近。他就像失去理智一樣四處張牙舞爪，並且不再發聲。你只能小心翼翼地向後退，生怕下一個他會突然襲來。不動逃跑，他也不是喪屍。如果是喪屍的話，咱們就不動，對吧？有可能他看不見我們，只能聽聲音。但這是鬼魂，他看到我不跑，那不傻嗎？你決定向後逃跑，希望盡快遠離他的附近，但跑了2步後，忍不住回頭看他，卻發現趙雨婷並沒有追來，他只是一直停在原地，眼神死死地盯着你，既沒有準備襲擊你，也沒有做出任何讓你難以招架的行動。過了一會兒，他終於不再保持沉默，轉身往走廊的另外一邊飄走了。你也停下來，只是站着看着他遠去的背影。他已經變成了一個鬼，而且是一個嚇人的惡鬼。但他的背影與你之前遇到的其他幽靈沒有什麼不同，你清楚地知道他肩負着什麼，似乎能夠解答他成為惡鬼的原因。因此他那痛苦的樣子並未引起你的恐懼，反而在你心中引起了一份遺憾的情感。看着他漸行漸遠，你明白了這一切的因果關係。人死後可能會變成鬼，生前受的委屈越大，死後成為冤魂的可能性就越高。更大的冤屈會引發更大的變化，直到鬼失去理智，變成危害人間的邪惡鬼魂。
眼前的郑雨婷便是如此，她由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一只面目狰狞的厉鬼，中间的因果被你看得一清二楚。原来应该感到害怕，应该像之前那样逃跑的你，现在却待在原地，你的心中并没有因害怕而颤抖，相反，一种强烈的后悔之情占据了你的内心。所以说我们不管是选择逃跑还是选择待在原地，其实都是一样的文案，一样的结果，对吧？我即便选择逃跑，他这句话也是这么说的，叫应该像之前那样逃跑的你，现在却待在原地。其实我没有待在原地，我是跑了2步之后待在原地的。所以说这个选项应该是我就不去读档，然后重新选了，应该是没有任何价值，没有，因为你做游戏的话，如果不同的选项给出不同的这个就是剧情的话，那文案量和那个时间成本会大幅度增加嘛。这个游戏明显就是一个粗制滥造的游戏，所以不可能设计那么复杂的这个就是支线。相较于那种就是能够根据不同选择然后改变剧情的游戏来说，这游戏实在太简陋了啊！一般这种剧情类游戏的话，有一些做的比较精良的，投入成本比较高的，是有这种就是不同选项改变那个结果的这种那个设定的啊。比如说像之前咱们玩的那个底特律成为人类啊，底特律变人，那个就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尽管那个游戏的剧情我觉得其实很一般啊，这也不吐槽了。那个游戏里边我说过了啊，因为它相当于披着一个生化人或者说未来科技的外衣，来表达。那内核呢是在表达就是黑命贵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不叫黑命贵吧，反正就是那个这些有色人种崛起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或者这样的一个内核。它这个生化人，它其实你把它带入成这个就是黑奴时期的黑人啊，就基本上同样一个感觉。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就是写出这个未来科技里边生化人 AI 智能人，我们人类怎么和那个 AI 来相处的这件事儿啊。这个话有点说多了啊，咱们回到这个游戏。回到这个游戏的话，我就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游戏的选项基本上没什么用啊，偶尔可能会稍微改变点文案，但有的时候呢文案可能都不改，就是随便选。如果你能早一步了解他的痛苦，如果你能帮助他度过困难，也许他不会选择寻死，也就不会让他死后无法得到安宁。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凭什么要早一步了解他的痛苦啊？我们素未平生，对不对？我遇到了，如果能阻止他自杀的话，我会尽量阻止；阻止不了的话，跟我也没有关系啊，何必自责呢？对吧？而且我早一步了解痛苦，我怎么了解？我也试图去了解。我就是刚好在这个时候认识的，那他已经是被甩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这没有意义。但既然在他生前无法帮助他，难道在他死后也要继续冷漠无情？为什么叫冷漠无情呢？正因为你充满着帮助他的想法，这次你没有逃避，反而不由自主地跟随他刚才走过的路向前走去。點解啊？他的鬼魂清晰可见，一路尾随着他的背影，看到他的身影朝四面八方撞去，却像被困在容器当中的昆虫一样失去理智了。无论他如何努力逃脱，都始终无法成功。他只能在这座大厦中徘徊，一路漂流，一边发出痛苦的尖叫声，在走廊中回响。带他去找他那个前男友曾小姐，究竟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他呢？他如何能够从这里解脱呢？我又不是道士，又怎么会想到办法？道士，对呀，找道士问呗。我得找那个胖大叔，他应该会有办法去解救郑小姐。你立刻往女鬼的方向奔走，但这次你并不是在逃跑，而是想尽快找到帮手。当你朝着前往1樓李道賢家的方向走去時，一個身影突然擋住了你。你喺度做咩啊？陳伯，冇嘢。陳伯，我諗起有啲嘢要做啫嘛。本想就這樣越過他下樓，但卻發現陳伯的手上拿着一疊紅色的紙。陳伯，你手上嗰啲咩嚟㗎？符呗。呢啲咪符咒咯。符咒？你攞嚟做咩啊？有人投訴3樓有鬼啊嘛。我咪諗啊，揾啲師傅嚟俾啲符咒我，貼喺牆上邊咧就可以消滅啲鬼啦。吓？唔使大驚小怪啦，你都同我一齊去。唔得，唔可以消滅佢噶。點解啊？唔可以啊，陳伯。如果你消滅咗佢，咁佢呢個僆仔啊，發咩神經啊？唔幫手就躝開啦，煩死啊！搞埋啲蘇州屎翻嚟，仲要我幫你執屎。陈伯并未理会你的阻止，决心走上3楼。你感到事情变得十分紧急，于是赶紧追了上去。
就如果这个符有用的话，可能会伤害到那个郑小姐的那个鬼魂，是吧？在3楼，陈博开始在墙壁上贴上了符咒，动作迅速，不到一会儿就把半层楼都贴满了。与此同时，你却注意到郑雨婷的鬼魂也在3层四处游荡。然而，由于符咒的作用，他的行动受到了限制，逐渐被逼退。你不确定该如何阻止陈博的行动，也不知道这些符咒可能会对郑雨婷造成什么潜在的危险。但你深知继续下去，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陳伯，你停手啦！你伸出手，試圖抓住他，但發現這位看起來年邁的保安卻用着非凡的力量。你不僅無法拉住他，還被他輕易地牽着走。他動作一點都不受干擾，貼符的速度又熟練又迅速。為了制止他，你甚至從背後緊緊抱住。你不覺得這東西很詭異嗎？就是突然一個大男人從背後把你給摟住了，不管他力氣大還是力氣小，怎麼可能動作一點不受干擾？你肯定會生氣呀，或者是會疑惑呀，對吧？你肯定會辯解一下嘛。哇，完全不管，所以這個陳博他肯定不是一個正常人，是吧？就是後邊有人摟住他、拽他、抱着他，他依舊繼續貼符，速度又快又熟練，完全不受干擾，這很詭異啊！冇啊，陳伯，你唔好貼落去啦！放手啦，你條仆街，唔好阻住我做嘢啊！唔得啊！求下你唔好咁做啦，你一定有其他方法嘅。黐線嘅！吃線。在纏鬥的過程中，陳博不知不覺地貼上了絕大部分3層的空間符咒。那些黃色的紙就像蠟燭一樣，在黑暗中將黑暗中的鄭雨婷逼至一個角落，無處可躲。然而他並不在意，仍然崩潰地哭泣。點解？點解啊？你唔想存在嘛？我就令你以後消失。你不想存在，那不就讓你不再存在啊？陳博能看到是吧？陳博仿佛看到了一切，直接將一張符咒掷向陷入瘋狂的鄭雨婷。在符咒貼上的瞬間，鄭雨婷發出極度痛苦的尖叫聲，刺耳的聲音令你的心也痛苦不已。當他被符咒的力量超度時，他一瞬間恢復了正常，然後他的身體開始逐漸瓦解。謝小姐，冇啊！冇啊！僅僅幾秒內，眼前的惡鬼已經被迅速擊敗，而牆上的符咒也在瞬間自燃，走廊瞬間又陷入了黑暗之中。陳博一把抓住你，毫不猶豫地將你拖走，就像輕鬆地丟垃圾一樣，丟垃圾。怎麼會這樣？你驚愕得難以置信眼前，的場景，什麼玩意兒？哎呀，鄭雨婷的身影完全消失，仿佛從未存在過一樣。你跪坐在地上，情緒難以平復。明明原本是一個好女孩，卻在極短時間內變成了鬼，然後又變成了虛無。無法救你，對不起，無法救你。你抱着頭痛哭，將鄭雨婷的悲劇歸咎於自己的無能。心裡想，如果早些勸勉她，或者及早尋求李道言的幫助，或者她就不會有這樣的結局。如果人如果有心願未了而死後變成野鬼，而如果含冤而死，或者死後受到了刺激，野鬼便會成為惡鬼。這時你明白，即使成為鬼，也未必是他們自己所期望的。面對鄭雨婷的遭遇，他死後無法釋懷的情感，這一切仿佛成了你親身經歷一樣，仿佛他將生前的痛苦和懊悔傳遞了給你。你勉強地站了起來，幽暗的走廊中沒有一絲人的氣息，原來住在這裡的唯一的房客早已離去，只剩他冰冷的屍體。想到這一點，你的內心湧現出強烈的感動，一步一步走向鄭雨婷的房間。強烈的感動，他的屍體如同通道上的一個絕望的藝術品，毫無生氣，難以想象他曾經是一位對你投以哀求眼神的女學生。你站在那兒凝視着這一幕，內心沒有一絲恐懼，反而悲傷的情感湧上心頭，淚水不禁流過雙頰。希望你可以得到解脫，唔使再喺度受苦啦。你這樣對自己說，然後在下一刻伸出手，輕輕撫摸着那具啊，輕輕你小心地把鄭雨婷的遺體從繩結中解放，然後將她輕輕地抱到床邊的床上。看着她那充滿不甘的面容，你竭盡所能地試圖將她。鄭小姐，對唔住，我沒點鼠標。如果我可以早啲識到你，如果可以早啲就好啦。說完，你抱着她的身體，卻突然發生了變化，仿佛從內部散發出一道光芒。哎，怎麼自動就結束了呢？
你难以理解眼前的景象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一个人的尸体会突然渐渐消失？此刻你只能静静看着消失。不久之后，整个尸体已经完全不复存在，没有任何一部分留下来证明这个胶状年生存在。我这一刻，它是仿佛从身上抹去了一样。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当你在苦苦追问着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时，你的目光却意外落在了床边的书桌上。半间同意书，一张切好了的半间同意书就在眼前，而这是郑雨婷在他寻死之前就已经切好的。仆街！解同意書，你咁離開咗我，又對我有咩用啫？哦，这半间同意书没有意义了吧？人都已经死了呀。责任。噔哒啦滴哒，噔哒啦噔，噔哒哩哒噔。冇諗過結果會變成咁樣。糊里糊塗走回6樓，好像回家一樣，自然又走到實驗的面前。我冇辦法咁。點會呢？但係好多嘢你已經……是的，我真的很難過，這種感覺沒有消失。即使我內心被掏空了，但我卻真的心裡。係啦，鄭小姐消失？我都唔太清楚啊，但係我記會唔會係因為你驚得滯？真係？係咪因為受咗打？哎呀，他們這個世界是平行宇宙嗎？沒有警察這個概念嗎？人喪掉了不報警，人死了之後也不報警，就是不報警。拍了拍你的肩膀，你稍稍有感受到一點溫暖，但同時你因為死亡。你話啲人死咗，點解佢哋會變成鬼？我都唔知喎，但我相信一切都有因果。既然你而家知道人死咗之後會變啲，然後變成現在這樣話，所以死並不能解決問題。尋死的人也許並不知道死亡並不是逃避的答案。亦因如此，死去的人也同樣在尋找着讓自己得到安息的方法。人死咗之後就唔可以翻生。但如果這個世界真的存在，但如果呢個世界真係存在，不過人何嘗又唔係呢？留喺度嘅住客。時間這番話讓你陷入了思想的迷霧，同時也憶起了自從來到昌榮樓後所遇到的各種怪事。在這一刻，你第一個想到的是張德軍，他家裡存在他妻子的鬼魂，那是唯獨你能看見，他渴望讓你看見的王者。他為何要顯現在你的眼前呢？此刻你雖然不知道答案，但仿佛明白其中的含義。我有個地方唔休息下。但係我唔覺得。胖大叔曾經說過，人們之所以能看到鬼，是因為那些鬼魂希望被人看見。那麼那個女人就是希望我能注意到她，她需要我還把我弄死。回到1樓，你站在張德軍家門口，雖然你已經鼓起了十足的勇氣，但當想到一會兒可能要面對的東西，你發現仍然感到害怕。咱們現在遊戲好像剛剛進入正題，就是才開始解決這些鬼魂的事兒啊。但為了不再次讓自己反悔，你還是勇敢地敲響了木門。咚咚咚咚，無回應。咦？冇人應嘅？唔通瞓咗？張生，你喺咪度啊？依然沒有人回應。可能出咗去。你下意識地推開木門，卻驚奇地發現張德軍的家門並沒有上鎖，門打開了，屋內卻空無一人。很好，世界上這樣更好，因為我來的目的根本不是找張德軍。你心裡決定，開始思考如何讓張德軍妻子出現。問題是張德軍如果在家的話，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找啊，人家不信任你，對吧？你怎麼去說這個事兒呢？你說你去找鬼魂，找那個他老婆的亡魂，人不給你打出來才怪呢。本來就懷疑你是為了就是驅趕他們離開這個樓，才編出鬼魂這個事兒。然後他在家的話，不可能讓你進的。所以決定開始思考如何讓這個妻子出現。那麼為什麼突然間劇情到這兒了，張德軍偏偏就不在家了呢？我不知道一會兒有沒有解釋。我估計可能以這個遊戲這個就是文案的水平的話，估計沒有什麼解釋，就是恰巧都不在了。這是張德軍老婆的遺書，我之前就是先找到這遺書，然後就出現了末位制終點。別怕，出現了。不要怕，不用怕的，他不會傷害我，應該沒事。這就是遊戲機制和劇情的這個脫離嘛，我給大家講過了。之前為了讓這個遊戲能增加點代入感，然後它增加了逃離這個概念。
一旦操作失误就会死。我是被谁死的？被鬼杀的。现在又告诉我这个鬼不会伤害我，谁信呢？对吧？这就是游戲設定和劇情本身發生了衝突。雖然是這樣，但是還是很恐怖啊！你好啊，張太你係咪張太啊？我知你應該係刻意想要我見到你嘅。既然係咁，你係咪有嘢要同我？我唔知可唔可以幫到你㗎。但係如果因為咁樣，你先為什麼不說話呢？他啞巴呢？你講唔到嘢㗎？係咪因為你老公唔喺度，所以你唔講得嘢啊？因為丈夫不在，所以不能說，什麼意思？走了。喂，你唔使走出嚟㗎，有啲咩你直接講得㗎啦。哦。哇喂，唔使咁啊，我冇惡意㗎，我只係好心睇下你有冇嘢需要幫手㗎咋。他是怕我們熱嗎？拿門給我們扇風。他根本沒有說上一句，但是他卻沒有襲擊我，沒有說上一句，但是他卻沒有襲擊我，但廚房的門卻一直一開合的。莫非是靠這種方法向我示意着什麼？方娟，他死盯着我，別怕，不要看他，不要，為什麼不看他呀？廚房，讓我去廚房唄。他沒有跟過來，只是在外邊一直看着我，是為什麼呢？他要讓我進來這裡嗎？還是有什麼東西想給我看？上午給她老公做飯嗎？我覺得可能是，雖然有些碗沒洗，難不成讓我幫他洗碗？這藥寶是他想讓我看的東西嗎？似乎不是。爐底有什麼東西嗎？黢黑的有點看不清了。這塊磚居然能拿走，裡面好像放着什麼東西。由高至低移走磚塊，按住幾秒之後磚塊會移走。哦，這是什麼？莫非是張太太從前就藏起來的？遺書裡忘寫了嗎？當你拿起那個鐵盒的瞬間，方娟的鬼魂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而原本陰暗的環境頓時變回明亮的樣子，突然不見了，好像完成了想要你幫助的事情，毫不徵兆地消失了。當你還在思考這到底怎麼回事的時候，張子君已經打開了門走了進來。然而他看見你存在他家，家裡時，反應非常激動。喂，你喺屋企做咩啊？張生，他一手把你抓住，力氣大的把你的手臂弄疼。講啊，你點解喺屋企啊？你點入嚟㗎？我怎麼覺得是咱們這個男主力氣特別小呢？是吧？是一個人碰到他就覺得別人力氣大，那有沒有可能不是別人力氣大，是他力氣特別小？手無縛雞之力。你道門冇鎖，我有敲門㗎。鄭月聽罵，憤怒的氣勢稍微有些緩和，但仍然不客氣。就算係咁，你都唔應該隨便走入人哋屋企啦。而且我同你講得好。唔係，我有嘢係想。乜嘢啊？呢個鐵盒係你老咩話？呢個係阿娟嘅嘢？點解我從來都冇見過㗎？我要說是在廚房的爐子下面找到的嗎？他整個人的神情變了，眼睛一直盯着手上的東西。他把鐵盒奪了過去，然後迫不及待打開。呢個咩嚟㗎？解脫。張德軍搶過了鐵盒，然後在我眼前打開了它。鐵盒內裝滿了許多照片和古老的戲票票尾，還有一個木質的玩偶，看起來像是保存了半個世紀。呢啲他倆以前的回憶唄。呢都係你喺邊度揾到㗎？呢個鐵盒？開心寶寶油，哎，這兩個字是寶寶嗎？開心奇奇油，呵呵呵，有點看不清，而且還是繁體字啊。這一切是你從哪裡得到這個鐵盒的？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如果說實話，他肯定不會相信吧。風娟給的，就說實話呀。唔係你老婆話俾我聽嘅咯。你不是不信嗎？你亂講咩嘢啊？阿娟佢點可能講俾你聽啊？我知你一定唔信噶啦，我都好難解釋。總之係咁啦，呢個鐵盒係。我只能說實話，雖然我不認為他會相信，但反正鐵盒裡邊確實是他的東西。希望他就此打住，別再追問吧。冇可能，
阿娟佢仲喺度？我要不說實話的話，就是我唔會㗎沒事唔會㗎隨便轉一轉，發現你家門沒關，我就進來溜達溜達。然後呢，一不小心發現了這個鐵盒，這東西這個說法不顯得更詭異嗎？啊，雖然怎麼說他都不一定會相信啊。張德軍難以，主要是這個劇情，你告訴他有鬼，可能能解決一些事兒嘛。張生啊，咁呢個鐵盒裏邊嗰啲呢啲都係佢原來一直都保留住啲嘢。我看到鐵盒裡有不少舊照片，這些是方娟的個人照片，有些是夫妻倆的合照。此外，還有好多電影的輸入券、入場券、保存得咁好，我根本都唔記得晒。那為什麼遺書裡邊沒寫？都係我哋幾十年前約會嗰陣時嗰啲記錄嚟㗎。為什麼？哎，兩個人在一起美好的回憶為什麼要藏起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算是藏起來的話，為什麼寫遺書的時候不在遺書裡邊寫？對吧？這明顯是很重要的東西，變作鬼也要找人來告訴你。所以這兩個疑點我就不理解啊。呢盒嘢你後邊會不會有答案？冇，完全冇。咁厚啊，沓紙係咩嚟㗎？呢個那些單張拿了出來，然後在你面前翻開。呢個係以前旅行嗰啲宣傳單啊？咦，傳單裏邊都夾咗啲錢嚟喎。老邊溝、關山、老邊溝、桃林口、滦州，這是念滦嗎？千山一日遊、九門口水上長城一日遊、九門口、桃林口、沈陽一日遊，還來我家這邊。盤錦江海灘國家風景廊道也沒聽說過這地方。動物園一日遊啊，哦，好吧。點解張太要保留呢咁嘅單張嘅？係咪有咩含義㗎？千山加本溪老邊溝。張生，張德軍突然在你面前激動了起來，他臉容扭曲，眼淚不停地流出，他的樣子非常憂傷，但又像覺醒了什麼似的感到彷徨。張生你冇嘢？什麼意思？怎麼了？他不斷地咆哮，既像是冤屈難耐，也像是發洩憤怒，整個人完全失去了方寸般，在地上哭得死去活來。你看着如此的他，心裡感到極度的哀傷。他必定是想起了妻子的種種，特別是當發現方娟一直以來都有好好珍惜他們的愛情時，張德軍無法在這鬱悶的感覺中掙脫出來。你理解，因為這感覺你並不陌生。好一會兒後，躺在地上的張德軍似乎是平復了些。張生，你冇嘢嘛？如果你想一個人冷靜下，我在你打算給一點私人空間與對方，給一點私人空間與對方時，哎呦我這個，他卻突然開口，我都記起來了。哦，他之前失憶了嗎？呢啲係我哋以前成日會傾嘅嘢嚟嘅。到有錢嘅時候，我哋要周遊列國。我哋以前根本冇機會，你轉眼幾十年啦。嗰陣時我仲係一個學徒。周遊世界先從本溪老邊溝開始。打工，雖然冇錢，但係我哋每次去約會嘅時候，經過啲旅行社啊嗰啲，我哋翻到嚟會一齊坐，一齊分享。說到這，張德軍的情緒再次崩潰。我抵死，我個抵死嘅人咩？一直都不懂欣賞你的好，嫁俾我呢啲冇出息嘅男人，我係個垃圾，從來都賺唔到咩錢。但係你仲一直都喺我心，冇諗到，原來你一直都將晒啲錢儲起咗。啊！我抵死啊！我真係抵死啊！意思就是說，他在存錢，然後以後要去旅遊，周遊列國，然後張德軍沒錢。張生，冷靜啲啊！一直都係佢照顧我，佢成世人我都冇買過一樣嘢俾佢，我爭佢太多嘢啦，我冇嘢可以俾佢啊！佢跟住我呢條冇用嘅廢柴。也許他感到非常內疚吧，他一直想給他的妻子更好的生活，卻未能實現。如今妻子已經不在人世，即使明白了他的用心良苦，也無法將心意告訴他。
骂他，安慰他。張生，我諗你可能誤解咗啲嘢啦。其實我覺得你老婆一定覺得好幸福。哇！佢毫無保留咁樣奉獻晒所有青春俾你，又從來冇後悔過揀你。如果佢唔愛你，又點可能同你同屋共枕咁多年啊？你睇下，佢係幾咁珍惜同你一齊有過嘅經歷啊！呢啲嘢啊，處咗幾廿年噶啦。如果唔係，你點可以而家回味到啊？我相信佢能夠揾到一個佢咁愛嘅人，可以全心全意咁對你喎。所以我覺得你老婆而家在天之靈，一定唔會後悔。最緊要呢，佢一直唔係咩？我又相信佢希望你揾到呢個鐵盒，因為佢係想確保佢最愛嘅人可以以後都幸福生活落去。我相信他希望我找這個鐵盒，因為他想確保自己愛的人能夠幸福下去。佢成世人都係為咗你幸福努力，而家佢走咗，佢一定唔會想見到你對自己唔好啦。你一定要承擔埋佢嘅責任，而家開始呢，就好好照顧自己。唉，這雞湯，這心靈雞湯味道怪怪的。他應該非常思念他的妻子，但我相信他也同樣是愛着他。這也是他向我展現些希望他能夠擺脫悲傷，能夠過得幸福。聽到我說的話，張德軍的表情變得更加憂愁，眼淚更是不停地流淌。我觀察着他，明白此刻他已經無法言語，只需要一些空間來處理自己的情緒。我離開了張德軍的住所，看着這筆直的走廊，這一大樓一直都是壓抑的，讓人透不過氣來。我一直遇到各種亂七八糟的事情，幾乎沒有一個，這就完事兒了嗎？這鎖降這事就完事兒了嗎？那沒有解答咱們提出的問題呀。生前為什麼遺書裡就生前為什麼不說？可能是為了攢錢，給他一個驚喜，是吧？我從年輕攢到老，然後攢錢讓你去旅遊，我想給你個驚喜，但是沒來得及，不是，所以說我先藏起來，是吧？這個倒是合理。然後接下來我死前遺書裡邊為什麼不告訴你呢？因為裡邊還有錢的呀，對不對？你不能錢就是封存了，比如說那個搬家了走了，然後這錢可能就找不到了，有可能是遺失了，有可能被別人拿走了。那為什麼遺書裡不寫呢？或者死前都，因為你自己都知道馬上就是這個決定要死了，你都不需要遺書啊，你可以直接拿回來看呢，這都可以啊。為什麼一直不說，還要在遺書裡說？啊，遺書裡也沒說，然後到死了之後變成鬼，找一個素未平生的保安來解決這個事兒，對吧？這個邏輯本身就不太說得通。然後接下來就剛才那一出這個心靈雞湯似的這個煽情，看得也挺別扭的。你生前就是對他不好嘛，對吧？你現在就是應該後悔啊！你憑什麼他在他就是活着的時候你對他那什麼，不對他好一點呢？莫名其妙，特別是當我看到那些國外的東西時，每走一步讓我感覺心疼。在勇敢地去面對張德軍的妻子的鬼魂後，我已經按照他的遺願找出一字藏體和交給他的丈夫。原先以為方覺應該可以釋懷，按照道士大哥說法，他該了卻心願主動回去陰間。可是他的鬼魂卻仍然留在這座大廈裡，並沒有要離開的跡象。四樓個黃山又抬頭，哇！嚇寶寶一跳。哇！點解呢層成日都有垃圾嘅咧？這誰呀？這是剛才那個。上去巡下先。哇！屌！你做乜成日要出現啊？我咪幫你揾咗個鐵盒咯。是他。好像還有別的事兒嗎？沒解決完。又唔見咗。我把之後經常遇到方娟的情況告訴道士大叔，他的回應讓我陷入沉思。佢老婆咪死撚咗噶啦咩？係啊，我之前咪同你講過咯。哦，原來隻鬼係佢老婆。大叔，你呢位道士會唔會太不問世事呢？佢住喺你隔離嘅啫，你好似乜都唔知咁嘅。黐線嘅，我邊有咁多時間去理人哋屋企啲嘢啊？你估我係你啊？我無言以對，的確是我這次多管閒事了。但是保安員不就是你分要多管閒事的工作嗎？咁所以呢，佢做乜仲要喺我面前一代表佢啊，仲有嘢未解決咯。哦，還有後續，仲可以完事啊！我都已經幫佢拎翻個鐵盒。又冇話每隻鬼只係得一個心願，你麥記啊都會想食包又食薯條啦，係嘛？也對啊。咩比喻嚟啊你？咁所以咧，我應該滿足晒。你問我問邊個啊？你直接問佢啦。我發現佢好似講唔到嘢嘅喎。咁佢啞㗎？唔
知啊，兩次見佢嗰陣時都冇講嘢嘅，佢淨係識搞啲噪音。你點解突然咁關心啲鬼？你唔係講過啦咩？你話啲鬼向我顯現係有原因。哦，原來你係會聽。哦，我覺得好似自己可以做多啲嘢。如果唔其实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就是一个鬼，他可能还有别的事儿要找你，居然墨迹了这么多，解铃还须系铃人。他哑了确实无法沟通，不过也可以从其他途径去尝试了解他的事情啊。最了解他的肯定是张德军了吧？应该进行自己的。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张德军能否接受我的那个说法，就是我看到了你妻子的鬼魂。你觉得这事儿靠不靠谱？你要觉得靠谱的话，那就找张德军商量商量嘛，对吧？就告诉你老婆的鬼魂还有一件心愿没了，他还在缠着我，那么你帮我分析分析怎么个事儿。为了弄清楚方娟为何还未离开的原因，你决定再次拜访张德军的家。我原以为经历了铁盒事件之后，张德军的情绪应该有所平息，毕竟他也因妻子离世感到自暴自弃。然而，当我再次与他交談時，他的反應卻出乎我的預料。你做乜又嚟啊？我屋企係你公司啊！我只係想睇下你嘅咋，我冇其他目的㗎。你呃邊個啊？雖然好多謝你揾翻我老婆鐵盒，但你唔可以用呢啲方式嚟逼人走。這個人的性格太狗了。我真係唔係為咗同意書嚟㗎，而且我有啲更加重要嘅嘢想聽你講。更重要嘅嘢？乜嘢啊？我只係想問下你老婆在生前嘅情況。點解啊？你做咩要打聽我老婆嘅嘢啊？哎呀，他似乎不愿相信我能看到鬼的事情，更不要说他在面前提到方娟的存在了，可能会为我心里过一层相信是。为什么不相信啊？你不愿意相信的话，怎么解释我能找到你家隐藏暗格里隐藏的东西的这个事儿？或应该更巧妙与他沟通，或者跟我，他真是麻烦。哦，哎，我是不是应该跟他说方娟是哑巴？对吧？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方娟，但是我能告诉你方娟是哑巴，是不是就能证明，我知道这个事儿呢？就能證明，哎，不對，方娟是啞巴嗎？我記得這遊戲最開始人片頭的時候，好像方娟說過話吧？那個，先試試吧。張生，唔好掛多事，我想問下你老婆個喉嚨係咪有啲唔同？喉嚨是有些毛病。你點解要問我呢啲嘢？哦，因為我聽阿陳師奶講咧，話佢同你老婆成日傾偈嘅，所以你老婆個喉嚨同埋白，咁佢係幾時先開始啞㗎？佢啞？你講夠未啊？呢啲嘢可能淨係得你會知咋。我問你講夠？沒有人能回答我，怎麼寫？方娟更不能回答了。你點解要問你呢啲嘢啊？我之前有聽其他街坊講話你，咁你都知啦。因為有啲嘢我諗唔明啊。你喺度調查，點解你咁在意啊？唔係，張生你唔好激動住先，我單純想知道佢係咪死得好安詳嘅啫。你這不是更牽強嗎？你不如認真的跟他談鬼魂的事兒，對吧？我可以證明我見到過你老婆的鬼魂，我不認識方娟，對不對？我沒見過你，我沒見過方娟，但是我現在可以描述出你老婆的長相，是不是？那為什麼我可以描述你老婆的長相？我見過她的鬼魂，然後再有一個證據就是剛才我說的，我知道你老婆啞，也是因為她鬼魂啞，啊，然後再有第三個最重要的證據就是你老婆沒有連你都沒有告訴你的那些就是舊的東西和錢藏在哪兒。我知道，怎麼可能呢？無非就是你老婆的鬼魂告訴我嘛，對吧？你還不如用這些東西來說服他。什麼就單純想知道他是不是死得很安詳，跟你有毛關係啊？我點可以唔激動啊？對呀，唔識嘅人突然間咁好奇我老婆點死喎，佢點死關你咩事啊？我唔係呢個意思啊。他果然覺得我很冒犯。以你所知，你老婆方娟同其冇。我老婆點可能同？咁有冇話有啲咩心願啊、遺憾啊之類嘅？即係咧佢冇，就算有，我都唔覺得要同你講。基本上口中探聽出對方沒有什麼怨恨。好咯，你條友，我點解你突然間對我只能夠同你坦白啦，因為你老婆出之前嗰個鐵盒咧，都係因為佢俾咗提示我先可以喺你屋企嘅灶底度揾。對啊，你之前費那麼多話幹嘛呀？這才是我們要跟他說的東西。我就覺得怪噶啦，原來你同阿娟識㗎。唔係啊，我先啱啱嚟昌榮樓啫嘛。點可能啊？佢
佢點可能話到俾你聽個盒喺邊啊？因為我可以見到佢嘅鬼魂啊！咩話？阿娟嘅？我之前有同你講過㗎，不過你一直都唔信我啫嘛。點可能啊？我冇，我講嘅嘢都係真㗎，埋個鐵盒都係最好證明啦。就係因為你老婆同我顯現咯。咩話？邊可能？有似你。张德军的脸上也挂着愤怒的表情，他被你刺激到了。等陣先，張生，你冷靜啲先。我其實想幫手嘅咋，因為我唔係全心想打攪你或者即係这个表情，张德军听罢，未曾注视你一眼，眼神紧贴着留在地面。他的表情逐渐咬牙切齿，变成了阴森，既不似人，也不似鬼。張生，你唔好嘢啊！被鬼附身了嗎？你條友三番四次想挑戰我嘅底線，你想逼死我？你想逼死我係咪啊？你想嚟毀滅我啊？有病吧！這人都，哎呦我的天！我唔係咁嘅意思，係你逼我。等陣先，張德軍你做咩啊？啊！這張德軍是鬼嗎？哦，只按 A 就行，不需要非得按 D 呀、而是左右更快啊。啊！被追上了是吗？突然从背后刺伤了你的背部，剧烈疼痛让你无法站立，你失足倒地。转身过来看，张德军正准备对你下手，你感到了极度的恐惧，他的脸扭曲了，已经失去了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子，像愤怒和杀意。再次举起刀，准备向你猛砍，你下意识将腿踢开了他的刀，但他似乎没有放弃要把你杀死，徒手的将发疯似的你捏住你的喉咙。那个溺死什么意思？难道还有补救的机会吗？哦，在去泥巴之际，你随手拾起他掉在地上的刀，并用力的向他刺去。刚才是注定跑不了的。哇，这个表情，张德军倒卧在血泊之中，片刻不动。他双眼瞪得大大的，这一惊人的举动加深你的恐惧感。当你勉强站起来时，发现他已经毫无声息。不久后，一把凄厉的叫声传自113号单位，一位可怕的女鬼穿过墙现身。她的面容扭曲可怖，仿佛在寻找某物。直到她看到倒地在地的尸体时，她的尖叫震耳欲聋。你吓得双腿颤抖，难以控制自己的。福娟，我看着躺在地上的张德军，然后马上意到会发生些什么事儿。唔係啊，唔關我事噶。唔好啊！唔好殺我！完成结局2。哦，完事儿了是吗？哦，解脱，往上走是死，往下走也是死，然后还可以继续往后。好，游戏到这儿。按理说呢，如果这游戏前面给我的就是印象比较好的话，咱们可以探究一下怎么才能，对吧？怎么才能过关，看看后边的结局什么的。但是这游戏给我的感觉实在是太差了，就明显有一些比较粗浅的逻辑呢，本来就应该一笔跳过的，但是作者非要先给你证明一下1+1等于2，好像他这东西很符合逻辑，但是这都没有意义啊！就像刚才最后明明我们就直接跟他摊牌嘛，我能看到鬼魂，然后怎么样的，然后拿出证据跟他讨论一下就行了。然后再有就是后面他怎么突然就变脸了呢？为什么呢？啊，或许会有一些隐情，有一些铺垫，但是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这游戏整个文案和剧情以及基础玩法都，我觉得很一般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玩一玩吧。但是这游戏还挺贵的，我觉得还是算了啊。你看有没有别的 UP 主？就是如果你好奇后边结局是什么样的，剧情怎么走向，那么我是一点也不好奇啊。我对这个游戏目前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了。然后呢，如果你还感兴趣或者好奇的话，可以看看其他 UP 主的实况。我的建议是别买了，这游戏质量真太一般了，不论从例会还是剧情还是文案还是玩法啊，都是平均水平以下的这种。好，那么这一系列咱们就完结了，感谢大家这几期的这个坚持和收看啊，咱们以后其他游戏再见，拜拜。